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改变世界的说故事高手，苹果的乔布斯说，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说故事的人。因为说故事的人塑造了整个世代看事物的角度和价值观，以及决定什么是值得重视的议题。宜家快报，快乐地向你报告。你好，我是明珠。宜家快报，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你喜欢听故事吗？你喜欢说故事吗？不管你喜不喜欢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故事。在这集影片，我们要来向你报告故事的影响力，让我们开始思考关于故事它的重要性、它的优点和缺点。另外，我们要来探讨如何创造自己的故事。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故事提供了最有效和最发人省思的知识途径。透过故事，我们能够奠定生活的基础，建立我们成功的殿堂，那就是故事最大的价值。故事是一个足够强大的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面混合了所有的情感，并用觉知和智力来应用它们。我们能如何改变我们的故事，使我们能够在自我、灵魂和彼此的真实关系中继续成长？我们人类创造故事并活在故事的能力，是任何其他生命王国无法比拟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经历，分享我们的经历，并在另一个人身上创造同样的经历。每天我们的心智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聆听着那个故事。那个故事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辨识我们的意识，消除我们的恐惧，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帮助引导我们，或者可以创造一个舒适的坚毅，让我们远离现实。所有的智慧传统都试图让我们觉知到我们的故事，他们试图指导我们编辑我们的故事，他们提醒我们不只有一个故事而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负责我们的故事。对于故事，我们有两个来源。我们赖以生活的故事，可以是由我们的假我或由我们的灵魂来创造。如果我们与我们的灵魂有关系，无限的游戏，那会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应该勇敢地向前，并体验我们自己。然后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必须决定的就是关于领导。故事的另一个来源是历史、假我的不满，以及我们感觉的印记。戏剧和创伤来自假我的故事，由假我产生的故事充满了情绪和戏剧，恐惧和愤怒，反应和冲动。其中许多故事是自动的被创造的。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创伤，某种非凡的经历，我们的心智和假我会相结合，给我们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如此的强烈和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它掩盖了现在这个时刻，就好像时间静止不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那些戏剧性的故事，那些爱和生命的创伤，重复着这个模式，投射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清醒地活在当下。勇气和使命感，这是来自灵魂的故事。来自灵魂的故事充满了勇气、无畏和使命感，它们落实在每一刻的实相。在我们每个人之内的灵魂都接受了这一生
并预先原谅了从一开始将要发生的一切。从灵魂的观点来说，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或是我们所获得的业力。我们真正的选择取决于每一次呼吸中所传递的心灵和意识的能力。我们感恩我们的敌人，就如我们感恩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感恩我们的挑战，就如同我们感恩我们的机会一样。在我们的觉知和我们的灵魂之间，培养一种核心的真实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认清我们的故事，并且去关注那些让我们提升到我们最高潜能和合一的故事，或者去关注那些假我不断的戏剧和骚动的故事。故事是我们必须彼此分享的最强有力的事物之一。我们的故事跨越了世代，从父亲、母亲到儿子和女儿，从过去到未来。我们的故事跨越了文化，一个发自内心的故事，唤醒了我们去选择和行动的力量。一个由我们的意识所讲述的故事，使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本能，并在我们与生命之流相连接时，利用我们应用智力和直觉，看到事物的表面之外。永恒的故事，关于跨越文化、直指人心的永恒的故事。这里有一个例子，是由报道卢安达冲突的记者所讲述的一个真实意识的故事。1994年，卢安达种族灭绝接近尾声的时候，一所女子寄宿的小学校遭到了袭击。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孩子都在学校上学。当那些帮派民兵闯入学校，要求胡图族女生们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存活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是卢旺达人。”在面对死亡，他们拒绝与朋友和同伴划清界限，他们拒绝参与对胡图族和图西族人为的区分。相反的，他们是一体的。那一天，他们一起死了，一个声音，一个死亡和一个胜利。他们表现得如此无畏真实，以至于他们的故事就像我们的故事一样，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连接无限游戏到有限游戏，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与关系有关的故事。这些关系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构建了我们的观点，并赋予了它们意义。理想的灵性故事将无限游戏连接到有限游戏。一个灵性的故事引导我们变得清晰、真实、慈悲和仁慈，并使我们充满智慧、谦卑和临在的能力。在真实的关系中，我们会关注我们共同产生的故事。我们明白，我们赖以生活的故事往往需要不断的编辑，因为它们通常是从单一的角度出发，往往是不真实的，并且很少是从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从假我的毒害故事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创造性的真实的关系。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每一种灵性修行和每一种意识的行为准则都重视那些有教育性的故事，并且无休止地重复着。每一个故事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中心价值，每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事物的状况，每个故事都向我们展示了因和果的关系。从灵魂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关系中体验的所有挑战都是意料之中的。一个经历，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会深深地刻印在心智中。
当我们看到美丽的黎明，我们会无法从我们的心智忘记它，因为太阳的光辉和令人惊讶的生动色彩。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画它，感官冲击本身可以创造和组织一个故事。疼痛和创伤也可以做相同的事情。人们经历战争，有很多的创伤。我们的一生都是围绕着最激烈的经历来塑造的。这个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可以帮助其他遭受同样痛苦或创伤的人，并且做得很好。那就是我们业力的发源地。不管我们必须面对什么样特定的业力，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行动，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吗？我们能不能领悟到，所有那些非常强大的故事，并不是真的在外面？大多数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发现了故事，但是我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到我们的故事呢？故事产生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冲动、我们的感觉和我们对他们的决定的复杂互动之中。它并不是说我们之外有故事，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故事，我们活在那个故事中。作为一种文化，我们需要更好的故事。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文化故事，我们就没有拥有文化笼罩下的人民。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水平年代提升自己和彼此，我们就需要培养出一种来自意识文化的故事。这种意识文化不分国家，不分时间，不分血统，建立我们的灵魂的故事，一个我们天命的故事，一个勇气、善良和生命的故事。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内在的话语和故事是否强大？它能保护我们多少？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给我们多少能量呢？当我们和我们自己的灵魂说话，并将那个意识、那个新的故事深深地嵌入到每一个细胞中，那么即使当我们没有力量为自己工作时，实相的流动也会为我们工作。心理学家和治疗师已经做了许多研究，表明那些拥有强大内心故事的人，那个故事能够表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美丽和他们内在的主权，可以在尽可能少受伤害的情况下通过最坏的情况，即使情况可怕得像战争、监狱、强暴或其他悲剧。大约67%的人能够从这些事件中走出来，却没有可量测的长期影响。他们能够很快地恢复常态，坚强迅速。大约1/3的人会因为任何理由，过去的历史或敏感度或者神经质，会有一段很痛苦的时间来摆脱那些创伤。我们的心智会集中注意力在那个体验，并试图一次又一次地抗辩它。人类有惊人的复原力，年轻人和老年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如此。在那些创伤后没有可量测的长期影响的67%的幸存者中，最强大的是他们内心的故事和他们与本我的关系。一些资源，一些故事能够带他们穿越可怕的体验，而不让他们往负面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不管事件有多小或多大，我们是一个更大的资源和力量。我们的话语、能量和心智可以唤醒我们的心和灵在，活在我们的天命，并拥有真实牢固的关系，找到与我们的心轮的连结，找到我们的美丽，找到我们的价值，找到我们的力量，
重写那个故事。当我们重写了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如果只是老是在老故事里争斗，那么就无法前行。让我们打破旧的模式，让一些新的东西从我们的心进来。感谢你的收看，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我们下一个影带见。